爸，来的忒早了吧？你看这好多摊儿正上菜呢。一点都不早，是吧？这时候的菜呀才新鲜。过些时候人多了，那好菜被挑走了不说，是吧？这菜呀让人摸来摸去的，都糟蹋了。大爷，您来点什么？哎，爸，这菜不是挺新鲜的吗？他这个摊位的菜呀，十有八九大棚菜。您这个大棚菜和一般的菜怎么区分的呀？真是，一种菜还能长出俩模样来，新鲜。一点都不新鲜。大棚菜的特点啊，是高科技催熟的。二呢就是反季，你别看错2个月，那也是反季菜。那跟那个时鲜菜就没法比。你看那个摊位了吗？那土豆，还有那个莴笋、芥菜、白萝卜、香椿，那都不是应季菜。估计他这个摊位上别的菜啊，也都是一个地方出来的。爸，我们庄稼菜要求这么严格呀，必须用时鲜菜，不能用大棚菜。对，这个到我这饭馆来吃饭呢，必须预约，自己点菜不行。目的就是为了保证质量，同时也要保证必须得是时鲜菜。还有什么菜您？你这芥兰是哪儿上的货呀？广东的，保证新鲜。新鲜倒是新鲜，可是就这菜品啊，差点意思。哎，我说，大爷，您可别胡说啊！我这芥兰都是从广州空运过来的，哪儿差啊？你说，你看，还不服？那我就给你上一课，小伙子，不是说空运来的东西就都是好货，是吧？芥兰呢，讲究的是杆儿要粗，你这虽然不是很细，但是一看也就是2等货。再说你看你这个茼蒿绿叶菜呀，是吧？看的是它的颜色，是吧？这绿的越脆，是吧？越透亮越好。你瞧你这个都绿的发黑了。你看多脆，是吧？保证没滋水。小伙子，以后再上货呀，长长眼吧。哥们儿，真倒霉吧今儿碰见眼刁的了。是。这摊位上的菜还行，我看着还不如那2家呢。你就是一棒槌。凤儿，你记住了啊！这个大棚菜呀，用的都是化肥。你看，这个菜，你闻闻，虽然菜叶子上喷了点水，但是菜叶的土上啊，闻着还有一股子这个粪味儿，它施的就是农家肥。您还真识货。我这儿的菜啊，都是有机菜。您瞅瞅，这是国家发的食品认证标志。您要多少，我给您便宜点。我说老哥哥，我呀是开餐馆的。你这儿的菜要是都能保证是这样的菜，我的采购可就常到您这儿来了。您放心，我跟这儿多年了，靠的就是诚信2字。没错，咱们做买卖嘛，靠的就是诚信啊。那个凤儿，回头找这老哥哥要张名片，好嘞，是吧？咱们出来之前呢，打听好当天都有什么菜。行，爸，要是今天不跟您出来买菜，这些我还都不知道呢。哎呀，买了一辈子菜还用这么费脑筋呢？一会儿到了海鲜肉类柜上，你们学的东西。老爷子教咱们做的那些个菜，那真是一道是一道的，都是好菜，没说的。可你说现在这年月，还有那么多真懂吃的人吗？他做菜那程序要求那么严，用料那么精，
功夫那么大，成本这么高，你看这也不见上课呀。我这心里都有点突突了。你看，其实这饭馆现在老板也不是我了。我那天跟老爷子建议啊，说接点散客，可是他就是不让。他说这就是私家菜的做法，得让客人在这吃饭像在家里一样。每天呢，中午晚上各4桌，不能翻台。我知道是这做法吧，其实我心里也打鼓，但没招啊。老爷子说的那些个老理儿啊，都对。有些私家菜馆也都是这么干的，可就怕他不是那时代了呀。张晶，你觉得今天的演出精彩吗？太精彩了！哎，你说不知道为什么哈，他们用那个意大利语原文演唱的歌剧，我一句都听不懂，但他们所表达的那种感情、内容、故事，我全明白。哎呀，演员演得太棒了。嗯，你真的还明白了啊？我觉得我跟主角很有共鸣呢。你跟他有什么共鸣啊？我看你有好几次都热了盈眶了啊！你看我干嘛呀？你不看戏？我觉得这就是歌剧的魅力。真是太美啊！你知道吗？从东四到西四这条街可以说是我们北京最美的一条街。是吗？是啊，这条街呀，涵盖了许多我们北京著名的历史文化遗迹。我跟你说啊，你看，东四牌楼、美术馆、红楼、景山、故宫3座门团城，还有北海、中南海、北京图书馆，还有老北大医院。西四牌楼。当然了，这些牌楼现在都没有了。不过呢，这条街可以说是见证了我们北京的历史。张晶，你知道吗？我真的爱北京这座城市，它有那么的博大精深，那么的神秘，那么的有文化底蕴。同时，它又有极其现代化的建筑，就像水立方啊，像鸟巢啊，这在西方都是很前卫的建筑设计。真的很奇怪，你说这种现代文明和古老的文化，都可以在北京这座城市那么完美的结合在一起哈。这需要海纳百川的胸怀才能做得到。没错，所以呀，在我们北京城里，最美的、最有魅力的，就是生活在这里的人。你说的很对，最有魅力的就是生活在这里的人啊，就是你。你在我心中是最有